今天给各位盘一盘世界上最快的9架直升机，阿帕奇只能排到最后，第一名的速度让人心服口服。Top 9 AH-64D 长弓阿帕奇，飞行速度可以达每小时284公里，续航里程1900公里。提起阿帕奇，我想各位应该都不陌生，它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一款主力武装直升机。由于其优越的性能和优异的实战表现，让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一直处于世界武装直升机综合排行榜第一名。不过，由于我们今天排的是速度最快的直升机，所以阿帕奇只能位于第9。AH-64D 的发动机为 T700GE701C 型，其发动机输出功率为1480千瓦，同时它的前机身和座舱也容纳了新型的武器系统。在生存性、通讯能力和导航能力上都比着原机有着极大的提高。Top 8米26直升机，飞行速度可以达每小时295公里，最大续航里程1920公里。它是一款多用途重型直升飞机，也是当今服役中最重最大的直升机，由苏联米尔莫斯科直升机工厂设计。该机的机舱载重和舱外负重均可以达到20吨，与美国的 C-130 大力神型运输机载重相当。它的动力装置是2具 D136 涡轴发动机，发动机采用电加热和热空气兼备的双防冰装置，可以适应于严寒地区飞行。而且为了防止单一发动机发生故障，飞机装备了保持旋翼转速的稳定系统。当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时，另外一台则会输出更大的功率，以保证飞机仍可以正常飞行。机内共装有10个油箱，最大载油量为 1.2 万升，另外还可以挂载4个副油箱。在机身内部的10个油箱中，有2个在发动机上部，另外8个在机舱底板下，均采用油泵为每台发动机独立供油。当供油发生故障时，飞机还可以靠重力自行给发动机供油。Top 7 AW101 直升机，飞行速度每小时309公里。这款直升机的最大亮点是其优异的安全性能，这一点使它曾经差点中标美国总统专用直升机。该直升机由英国研制，动力装置是3台大马力涡轴发动机，最大功率可以达 1.278 兆瓦。直升机的机身主要由铝锂材料构成，驾驶舱可以容纳1到2名飞行员，机身采用模组化防坠机爆炸设计，通常可以载30名乘客和其随身行李。该直升机的航电系统采用了双冗余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，能够管制导航、座舱显示、执行监控发动机的状态。它的动力引擎采用了主动式振动抑制技术，机舱内的噪音和振动低于其他采用涡扇发动机的飞机，不仅使驾驶员驾驶得更加轻松，而且延长了它的使用寿命。Top 6卡52短尾鳄直升机，飞行速度每小时310公里，最大航程为1100公里。卡52武装直升机的主要任务是对战场实施空中侦察，使突击直升机群能够更加隐蔽地采取突袭行动。卡52被称作智能型直升机，它具有最新的自动目标指示仪和独特的高度程序，能够为战斗机直升机群进行目标分配，以充分发挥协调其机群的战斗行动。该直升机的动力装置为2台 BT3-117BM 涡轴发动机，每台功率为1660千瓦，而且2台发动机位置隔得比较远，这样就减少了2台发动机同时被对方枪击弹伤的可能性，从而可以提高生存能力。进气口装有防沙尘装置，排气口装有红外抑制器，可以降低发动机的红外辐射水平。Top 5 NH-90 反潜直升机，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310千米，最大航程为1100公里。NH-90 直升机是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共同研制的双发多用途直升机，能够应对通用直升机的各种挑战，胜任陆军航空兵的所有支援任务，于2000年投入使用。NH-90 直升机的动力装置为2台 RTM-322-019 型涡轴发动机，该发动机单台功率为1600千瓦，性能是非常出色。同一系列的发动机也已经被英国的 AH-64D 长弓阿帕奇所采用。NH-90 直升机的4片主旋翼桨叶和4片尾桨桨叶均由复合材料制成，采用了最新型的翼型以及降低噪音后掠桨尖技术。这项技术大大增加了直升机的隐蔽性，并且还可以降低前行桨叶和波阻以及铰接力矩，从而提高机动性和可操纵性。Top 4 CH-47 运输直升机，飞行速度为每小时315公里。从整体布局上来看呢，
CH-47运输直升机与 CH-46海骑士类似，都采用了纵列反转旋翼布局。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发动机的形状，前者位于后旋翼塔前部两侧呈暴露状态，后者则为内置发动机。这个方法改善了发动机的维护性，再加上其进气口中增加的过滤器，大大延长了发动机的寿命。CH-47A 运输直升机最初安装了2台单台功率1640千瓦的 T55L5 涡轴发动机，后来换装了1980千瓦的 T55L7 发动机。CH-47A 配备有辅助动力单元，在偏远机场操作时 ，APU 可以提供地面自持能源。Top 3米28N 直升机，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25公里，航程1100公里。该直升机是米28的改进型，也是目前俄军主要的武装直升机，于2006年正式服役。它大量吸收了美国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设计思想，采用一前一后的纵列式驾驶舱，作战特点与西方国家的设计相同，因此也被西方国家戏称为阿帕奇斯基。自从它问世以来，其综合性能一直受到俄军的高度肯定，如今它已经成为俄制新时代武器的代表之一。该发动机采用了2台克里莫夫设计局的 TV3117 发动机，装在机身两侧的发动机短舱中，短舱位于机身两侧短翼翼根上方，2台发动机相互位置离得较远，中间有减速器隔开，可以防止一旦击中2台发动机。2台发动机进气口装有导流板，可以排除砂石、灰尘和外来物。Top 2米35M 攻击直升机，飞行速度每小时330公里，最大航程1000公里。米35直升机是俄罗斯米里莫斯科直升机厂研制，罗斯托夫飞机场生产的中型多用途武装直升机，是苏联的第一种专用武装直升机米24直升机的改进型。其中米35M是该系列的中级型号，不仅提高了在夜间或者特殊条件下的作战能力，而且更换了最新的航电设备和导航。它的发动机为 BK2500，具备了在高原或高寒地带执行任务的功能。该型直升机最大优点是有一个可以容纳8名人员的货舱，最大起飞重量超出了米8武装直升机的1倍。最新的米35M改装了米28武装直升机的旋翼、尾桨和传动系统，全机重量减轻了300公斤，发动机输出推力增大了300公斤，其改良后的装载能力和强大火力使其成为了真正的空中战车。Top 1西科斯基 S97 侵袭者，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482公里，最大航程570公里，目前还没有开始大规模量产。它是美国为了应对未来战争而研发出的高速直升机，是实现快速突袭和定点清除打击的绝佳武器平台之一。S97 侵袭者具备与同轴逆转主旋翼，上下2层主旋翼均为4桨结构，并且带有一个6桨叶的尾部助推器。原型机规划能够搭载并列双座的正副驾驶外6名成员，与西科斯基的 X2 验证机相同。现在的 S97 暂时搭载通用动力的 YT706 涡轮轴发动机，不过量产型预定搭载更强力的新型发动机。相较于其他的军用直升机，侵袭者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持续机动性，这都是以往直升机所不具备的高飞性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老铁们对这些武器都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